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金物大，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本视频是由老虎集团赞助播出。金物大 Gamuda Berhad 在1976年10月6日由现任董事总经理林云林和大亨关有元以及另外3名合伙人共同创立，曾经是 Muda Jaya Construction Sdn Berhad 的子公司。5年后，也就是1981年，林云林接管了 Gamuda 的业务，并在1年后通过管理层收购来控制公司，随后将业务转移至巴生谷。1992年8月 ，Gamuda 成功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5398 Gamuda。上市2年后 ，Gamuda 通过招标获得了首个大型私有化基础设施项目 Shah Alam Expressway， 也就是科萨斯大道的建造工程项目。1995年 ，Gamuda 成立其 B 榜公司 Gamuda Land， 随后推出了首个位于雪兰莪州 Kota Kemuning 占地1854英亩的乡镇综合发展项目。1年后 ，Gamuda 展开了位于巴生谷的第一条长达40公里的市区内高速公路 Damansara Puchong Highway， 也就是 LDP 大道的建设工程。只不过好景不长，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使到大马股市全面崩盘，这也是 Gamuda 经历第一次上市后的股灾。虽然 Gamuda 受到了严峻打击，但是随着管理层提高运营效率，以及通过对大道特许权的长期投资，公司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光彩。2001年 ，Gamuda 开始进军海外市场，分别在印度建设高速公路和在中国台湾建造捷运。同时 ，Gamuda 也和 MMC Corporation 组成联营公司，以建造世界上第一条双用隧道 Smart Tunnel。2003年，前首相 Abdullah Badawi 走马上任后，为削减上千亿的国家赤字，陆续检讨和取消多项大型基建计划，同时也宣布未来几年不会有大型工程，使到建筑业低迷2到3年。Gamuda 当然也是一起遭殃。既然大马建筑业处于低迷 ，Gamuda 就把业务重心转移到海外，在中东地区接获了建设国际机场和高速公路的大型工程。到了2007年，大马的建筑业开始复苏 ，Gamuda 在这2年分别接获了总长329公里的双轨火车计划，以及 Iskandar Puteri Horizon Hills 和 Kajang Jet Hills 的乡镇发展计划。谁知人算不如天算，2008年的政治大海啸和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重重打击了大马经济 ，Gamuda 也一并受到牵连。后来，随着前首相 Najib Razak 上台后，陆续宣布多个大型基建工程计划，全面刺激了大马的建筑业 ，Gamuda 的业绩也迎来了辉煌的10年。2018年5月9日，国阵政府倒台，马来西亚的联邦政权首次实现政党轮替。西蒙政府上台后，为了降低上诏令级的国家赤字，大规模检讨大型基建项目，并以取消、搁置发展和缩减规模3种结果进行谈判。一时之间，各路投资者惊慌失措，大举抛售 Gamuda 的股票，使到其股价跌至2008年的新低点。随后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再一次使到仍在恢复当中的 Gamuda 受挫。好在 Gamuda 迅速反应和落实病毒测试工作，使到公司成为首家获得政府批准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继续推行重要工程的公司。目前公司的状态已经逐步恢复，但是对比公司的巅峰时期还是有些距离。Gamuda 是马来西亚领先的工程、建筑和基础设施集团，也是亚洲领先的公司之一。其核心业务主要分为3个部门，那就是工程建设、物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特许权。Gamuda 的工程建设部门在过去的40年中，开发了多个突破性工程和世界级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所提供的专业知识包括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咨询和建筑解决方案。Gamuda 目前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包括了铁路、建筑工业化系统、槟城交通大蓝图等等。Gamuda 作为一家铁路工程公司，在国内外展开了城市规模的铁路项目，为居民提供了更高效率的通勤服务，例如马来西亚的 MRT Kajang Line、MRT Putrajaya Line 和中国台湾的高雄捷运等。建筑工业化系统，也就是 Industrialized Building System， 简称 IBS， 是将建筑分为数个模板，在厂房完成后运送至建筑工地，然后像积木块一样拼凑起来，可以使建筑时间缩短3倍，而且无环境污染和噪音，并能减少员工成本。
Gamuda 可以说是 IBS 领域的领导者之一，是首家在国内设立机械化 IBS 厂房的公司。目前的厂房位于色邦和班定。Gamuda 所参与的槟城交通大蓝图 （Penang Transport Master Plan） 是一项全面、高效和完善的交通计划，当中涉及3座人工岛、高速公路、MRT、BRT 以及海底隧道等。Gamuda 刚在2021年3月获得宾州政府批准发展 A 号人造岛填海项目。除了这些工程项目， Gamuda 也完成了其他多个工程，像是国际机场、高桥、供水处理厂和发电厂，以及港口和海事建筑物。Gamuda 的工程建设部门也在2019年开始进军澳大利亚市场，目前正竞标这3个大型项目，并且获得了入围最后投标公司名单。截至2020财政年， Gamuda 的工程建设部门贡献了总营业额的58%左右。Gamuda 的物业发展部门是由 Gamuda Land 负责运作，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一直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和综合性城镇发展，分别在国内建立了 Kota Kemuning Shah Alam、Bandar Botanic Klang、Valencia Sungai Buloh 等等，以及国际方面位于澳大利亚的661 Chapel Street、新加坡的 GEM Residences， 还有越南的 Gamuda City 和 Chelladon City。Gamuda Land 所开发的土地超过了8300英亩，完成了19个发展项目，而创造了超过1000英亩的公园和湖泊等。目前 Gamuda Land 正在执行的发展项目有位于马来西亚的 Gamuda Cove、Gamuda Garden、25.7、Kundang Estate， 以及位于新加坡的 OLA Executive Condominium。截至2020财政年， Gamuda 的物业发展部门贡献了总营业额的36%左右。Gamuda 的基础设施特许权分为高速大道和水供处理。高速大道的盈利是以经营与维护大道和收费站来收取车辆的过路费，例如 Smart Tunnel、Spring Highway、LDP 和 Kesas 等等。而水供处理方面，就由 Gamuda Water 负责运营和维护第3阶段的 Sungai Selangor Water Treatment Plant， 以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截至2020财政年，基础设施特许权部门为公司带来了总营业额的13%左右的收入。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Gamuda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Gamuda 在2021年第2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0亿9071万令吉降低了18%至8亿9541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亿7517万令吉减少了30%至1亿2312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实施了行动管制令 2.0， 以遏制第3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至于净盈利的减少，主要还是因为营业额降低了，另外其他收入的减少、财务成本的增加、关联公司利润的下滑，也是导致净盈利减少的一部分原因。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半年前上升了3.4%至191亿6415万令吉。首先可以从表中看到，公司的主要资产都是来自于物业资产，也就是公司拥有的永久和租赁土地、代售房屋、在建工程以及一些机械等等，占据了总资产的1/3左右。另外，有关公司的特许经营权，例如大道收费站和水供处理，也是公司的主要资产之一。还有公司在关联公司和联营企业中也拥有大笔资产，例如跟 MMC Corporation 合作的 MRT 工程，跟宾州政府合作的槟城交通大蓝图，以及跟国外的其他企业合作等等。公司的短期应收款方面，就比半年前稍微下降了。深入了解可以发现，贸易应收款占了98%以上，而当中有超过3/4都是准时付款的，只有大约3%左右是受损的账款。还有值得留意的就是公司的证券投资以及现金和银行余额，比半年前增加了接近30%。在目前经济还处于不稳定期间，增加自身的现金流是很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6个月前也上涨了5.3%至100亿6463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并且也有增加的迹象，需要特别留意。但是以公司目前拥有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如果只是要解决短期贷款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问题。除此以外，公司在流动负债中的应付款和合同负债也占据了蛮大的数额，因此也是必须留意的项目之一。至
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从1年前的流出转为今年的流入，比上一年暴增了1198%至987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现金流的变动主要是由于去年公司用了很大一笔现金于负债项目中，所以就导致去年的现金流处于流出状态，从而使到今年的现金流入看起来暴涨了很多。Investing Activities 就呈现金流出状态，比起去年同季增加了114%至6亿8576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现金流出是因为公司把现金拿去投资证券了，也就是存放在那些有执照的基金经理当中，以进行妥善投资。另外，公司也把一笔现金存放进了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中。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就比去年减少了23%至5亿2874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减少了贷款的提取量，而股息派发反而比去年增加了，所以现金流入才比去年同季来得少。总结来说，Gamuda是马来西亚的大型建筑和产业发展商，是建筑业的领导者之一。而建筑业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随着建筑业的增长，其他行业如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业、零售业等也会被一起带动，共同发展。这点可以从中国成为现今的世界强国中得到证明。而美国在近期砸下巨资来发展基础设施，也正显示这建筑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不过，建筑业是一个周期性行业，而且也非常依靠政治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基础建设和大型建筑计划方面。这也可以从Gamuda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其大起大落，除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外，大部分都是跟国内政局诡谲多变有关。那么以目前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来看，Gamuda又是否有利可图呢？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